好，接下來我們特別關心中國大陸的 AI 在春節開戰了。今天特別關注到的字節跳動跟阿里巴巴，他們都祭出超級大模型。至於華為的晶片，則是在今年開始預估會爆發，並且威脅美國超車倒數計時嗎？今天會一起來做關心。中國大陸在 AI 的農曆年特別關注到即將開打的是閃電戰嗎？來自於媒體特別做了一個報道，說字節跳動呢，接下來計劃在2月份，它會推出3款的全新人工智慧 AI 的大模型，涵蓋的3個範圍包括大語言模型之外，圖像生成模型跟影片生成的模型。字節跳動推出來之後，阿里巴巴不甘示弱，它在春節也會推出新一代旗艦的 AI 大模型，具備強勁的數學的運算跟代碼編寫能力，並且計劃在接下來春節期間會狂砸30億人民幣來推行它的這個通義千問 AI 應用，要來打這個字節跳動旗下的豆包，對它發起攻勢。去年紅的是 DeepSeek， 今年有沒有可能紅的是字節跳動跟阿里巴巴推出的旗艦大模型？聶老師怎麼看 ？OK， 我覺得啊，這個我們講對岸中國真的大陸真的很特別，因為這個國家你說它集權嘛，它就是一個規劃路線嘛。它不管是5規劃，就是經濟5規劃，或者科技10規劃，你知道它是照着步程走的，是規劃未來，穩健前行啊。因為這個最重要的，我還是要談一下。習近平上來之後，我不是在講“一帶一路”等等的這個國際布局，而是它的科技布局。在2015年寫出了《中國製造2025》，在這個之前一年，2014年就扎了大基金一起計劃，1387億，主推就是 AI、5G， 後來半導體晶片，你知道在2019扎到2000多億，到2023 3000多億，後來現在呢就幾乎全新的扎在對抗美國的制約，也因此你發覺只要有國家政策的走向，還有名氣的活躍，因為這名氣它早就已經在國家推動之下遍地開花了，而且你知道不管是基建狂魔所造成我們看到基建的可怕，整個科技可怕，科技是比較隱性的，你是看不到像一棟一棟蓋起來。你不管晶片也好，大數據也好 ，AI 的變化也好，都是隱性的。你是看到出現產品才會看到，但是他們在進步的時候，從安徽啊，這個所謂的合肥開始，中國科技這個大學開始一直在推的時候，你知道，我很早在2014-15去安徽講學的時候，就聽到什麼3縱3橫等等，要怎麼樣走進未來的 AI 世界，你就發現中國製造2025，我講了2個話，叫工業化、資訊化，它把這個基礎 base 的非常底。然後呢，在2化之後推定3步走，說25年要做到世界制造強國，他強調是未來的資訊制造哦。35要成為前列國，45要世界第1國。裡面有9大任務，就不細講，10個科技領域，現在每一個都發生了，都出現了。我現在要講的是美國，你看到它的確，你還因為美國是完全是名氣為主，東岸有錢，華爾街支持了西岸，西岸那邊當然有非常新創，也有它的這個募資的這個的能量。但它主要在新創的科技部分，在西岸都是以名氣，國家沒有這個方向。當川普看到了，一直想運用，不管是馬斯克、Elon Musk 這些人，希望能夠配合國家做未來，但是企業還是以獲利為主，不能小看這個美國。但是中國已經到達遍地開花，它真正是隱性的一個潛在海中一直在鍛鍊身體的一隻龍，已經有非常大的實力。所以我在講說，有沒有可能像這個 DeepSeek 過去一樣，能夠突然爆紅？我跟你講，以對岸的現在的現況，它的基礎，它推動的未來政策，以及它在走的這種實力之下，我覺得他們任何一個可能美國現在制約它的各種科技的東西，它都，你說它不可能，沒有一樣不可能的，都會超過。我講最後一個例子就好了。各位還記得2024年底，美國就開始要封鎖整個中國的科技，這半年來中國很痛苦。他們一直想要拿到 H100， 那 H 拿不到，結果美國連 H20一個降規版的都不給中國，結果黃仁勳也急了，對，就告訴了川普，川普說，哦，這個是這個這麼低的那麼 low 啊，哦，才28%的算力，好了給他，結果弄到8月要給的時候，竟然一給中國說不要，對，中國都有了，這半年他們起來的速度很快，不用了，更扯的是6倍算力的 H200，就在去年底。才4個月，現在要給你了，他們不是不要我的認知是這樣，限制，我們可以要限制，你一定要的話，你申請告訴我為什麼要，
非要不可我才要，因為中國它的很多的所謂的 AI 實驗室還是需要的，他們只是一個底氣在說不要隨便拿，但是 H200不差。但為什麼他不要？我們也在研發，我們可能也會突破，也突破了。但美國很厲害，他為什麼給你？他有 Blackwell， 他叫 Blackwell 很成熟了，後面還有 Rubin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說，他們美國這麼高，中國還是輸在先進製程。可是你知道，中國的速度比他快，它成長慢，中國都會突破，就像 DeepSeek 會突破一樣，什麼都會突破。還有另外幾個基礎的，大家不要小看了，鋰電池，還有一個很重要哦。成熟製程的晶片，不要我們民間用的，其實成熟製程，中國早就已經把持全世界了。美國根本輸，它只是在先進製程贏而已。還是最後一句話，中國要的東西大概沒有做不到，而且都會贏過美國。短短的，而現在是講數字時代，2-3年大家都追過。好，短短2-3年的時間有機會追過美國。剛剛說了嘛，那 DeepSeek 是去年2025年爆紅，那有沒有可能今年不管是這個通義千問，能不能撼動豆包字節跳動的豆包？幹哥又怎麼看？好，我跟你講哈。你知道嗎？為了擋住豆包啊，騰訊啊今年撒了10億紅包，叫元寶網啊，元寶派啦，元寶派。因為什麼你知道？其實大家回想2014年，就12年前啊，那個時候支付寶出來的時候，打遍天下無敵手。來看看誰能夠打得過我？支付寶最厲害，到現在還是很厲害，對不對？那個時候過年的時候，你知道嗎？其實馬化騰他就說：“好來，我推一個叫搶紅包，搶紅包。什麼叫搶紅包？搶紅包就是。”我提供了大概1億人民幣的紅包啊！你只要上來用我的軟體的話，我跟你講，你就可以拿到最大的紅包，人民幣1萬塊，這個獎有好幾百個，那時候真的吸引很多人來用什麼？就是用那個就是微信啊的那個支付寶搶紅包，然後他那時候是要拼覆蓋率，可是12年以後，你去想想，它這樣的 AI 的效能跟功能。其實邏輯現在都已經不太一樣了，他用搶紅包的方式仍然能夠搶下市場嗎？這是一個問題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。那所以說，你現在講字節跳動這個豆包大模型了，你知道豆包有什麼好處？你知道嗎？就是說我們會想說，我們上去，我們請豆包啊 AI 來幫我們解答啊，就是說我現在在某個城市，我現在要買某個商品啊，比如說我要買最便宜的洗髮精，有沒有？他不是告訴你什麼最便宜。他是去幫你買來，他直接下單，然後他就把東西送來了，哇，你商業競爭已經到這種手段了，你知道？所以豆包會讓人家覺得為什麼很好用，可是它也侵犯了商業倫理，所以它現在有被很多 APP 拒絕。你知道有些 APP， 你阿里巴巴你要進去，它進不去，你知道為什麼？豆包進不來，為什麼？它會不准進入，強制登出。就說這豆包已經搞了這麼大一個，就是說這等於是有點像商業糾紛那樣的。可是我必須要告訴各位，就是說豆包如果能夠做到這樣，這個聊天機器人能夠做到這樣，美國你就已經輸很多了吧，對不對？你根本落後，你基本落後。而且我可以告訴各位，中國的商業競爭越來越激烈。你光是看豆包這個競爭，你就曉得說將來它的競爭會更激烈。那美國人怎麼可能趕得上呢？對，所以此刻我們看到是英特爾的執行長陳立武，他就發出了警告，他認為說美國在開源的 AI 的這個發展上面、研發上面已經落後給中國大陸了，並且他也感嘆說，華為被美國各方的限制，不管是 EDA 上面的限制，還有各種的工具限制，仍然可以網羅100名的尖端晶片的設計師，他覺得是非常困難的。他說，華為目前只是稍微落後而已，如果掉以輕心的話，華為未來有機會迅速超越美國。岳老師怎麼看？我這邊給大家看一下啊，這個是我在環宇上電視的時候，然後我一個朋友啊，就是在這邊的話呢，馬上啊，他就說是透過大陸的 AI 啊製造出來，說我變成春晚主持人了，就嚇了一跳哈。我就告訴大家哈，這個大陸現在這個 AI 的話，確實牽涉到倫理問題，他完全沒有問我，就拿着我的照片就在那亂搞啊，這個確實是這樣。但是陳立武講的話的當中的話呢，他其實是說明一個現象，這個現象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，這個科技的發展永遠是發現而不是發明，只有上帝會發明。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，大陸佔據了非常多的優勢。陳立偉長這個樣子跟我們差不多啊，為什麼？
這個搞 AI 的大部分都是中國人呢，這是黃仁勳講的，不是我講的。一半以上的中國人，那是在美國啊，那麼在大陸當然都是中國人了。另外的話呢，就是說他這個國家在推動這個大事啊，這個非常非常重要。這個國家的話認為說，跟美國的這個競爭當中的話呢，把這個科技拿出來，然後呢，他這個時間的話呢，就是把 AI 的發展已經融入了15.5的計劃啊，甚至於到了16.5有更進一步的發展。然後另外的話呢，地點的話呢，當然是在中國這邊的一切的发展来講的話，中國有做什麼事情呢？它的教育特別好，大陸的理工教育就是說明了一切。那另外的話呢，它是要什麼樣的物件，你知道嗎？